他是活着的传奇，是演员中最杰出的编剧，编剧里最出色的导演，导演里最牛的配乐大师，配乐里最出众的功夫高手。他在每个领域都以顶尖著称，也被人称为香港电影界最后一个全才，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。他也是香港武术动作电影元老级别的人物，是业界导演奇才王家卫的恩人和知己。他也是大佬成龙的大恩人，成龙也因为他才能成功进军好莱坞。他的前半生辉煌无比，然而他的后半生却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辛酸。63岁痛失爱女，自己也不幸患上癌症，如今晚年凄凉，独居内地休养。他就是陈勋奇。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位活着的传奇——香港著名导演陈勋奇。上世纪70、80年代，香港动作片大行其道，作为出色导演的陈勋奇自然也不会缺席，也制作出了不少的精品，比如动作电影《败家子》。这部电影《败家子》的来头可不小。洪金宝、元彪、林正英，再加上陈勋奇，都是顶尖的功夫好手。这部电影也堪称咏春拳的教科书，打戏自然也是精彩纷呈，还被世界顶级武术权威杂志《黑带》收录为影响电影史的10大教科书级大兜。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。正说到元彪恩师林正英被害，元彪为报仇与陈勋奇相约荒村决斗。元彪怒火攻心，上来就是一记戳心脚，接着一套凶猛的连拳，但陈勋奇也不是弱手，边接招边后腿卸力，两人一招一式进退有章有法。陈勋奇矮身躲过一拳后发起反击，精湛的白眉拳法施展而开，没几下就打得元彪招架不住。白眉拳传说由四川峨眉山白眉道长所创，传入佛山后被发扬光大，广泛流行于南方一带。其特点是刚强凶猛，连贯性强，讲究粘连、长短桥结合，以攻为主，以法见长，以巧取胜。元彪被打飞后，陈勋奇摆出架势严阵以待，元彪冲上来也卖了个破绽，矮身躲过陈勋奇的旋风脚，一记窝心脚还以颜色。元彪翻身几个腾挪，乘胜追击，两人又是一番拳脚激斗。元彪一记直寸拳打来，陈勋奇仰头躲过，元彪又是一阵猛攻。陈勋奇找准机会，一拳直捣黄楼，再接一个冲拳，直接把元彪打飞。这次双方都没有着急动手，都深知对方是高手，而高手间过招，往往一个破绽就足以决定胜负。两人都死死地注视着对方，企图找到对方的破绽。元彪摆出咏春的问路手，咏春问路手，问路即是试探，寻找对方空门，确定进攻路线。问路手的前手称为问手，后手称为护手。问手与护手可以互相转换。陈勋奇也摆出白眉拳的拳架。突然，元彪几个冲步向前，先是一个杀井手开道，后面咏春拳劈肘、击肘上下翻飞。陈勋奇眼疾手快地制住元彪，但很快又被元彪荡开，又接杀手锏和肘击，然后就是杀招咏春标指。咏春标指，标指是指咏春拳的高级套路，攻击手法都是以指、掌、肘为主。咏春指法多施于对方要害，是咏春拳中的杀招。素有咏春标指不出门，出手必伤人的称呼。标指直戳陈勋奇的双眼，陈勋奇也大惊失色，赶忙用树掌挡住。元彪也顺势变招顶肘，脚下也不闲着，后招正踢前撩，紧跟而上，上面咏春急肘也步步紧逼。陈勋奇也被打出火气，几招凶悍的爪攻其上，打得元彪连连后退闪躲。陈勋奇又接几招旋鞭腿，但没成想被元彪抓住机会，一个扫堂腿撂倒在地。元彪紧接着又提起拳头想要补刀，陈勋奇也急忙摆出鸡猫洗脸的防御架势，元彪却不知为何停了下来。两人对视片刻，元彪默默起身，抬手示意陈勋奇起身，两人再度摆出架势对峙。说到这里，小编就很无语，这么仁义的打斗也就在电影里能看到，不过可能这也是那个年代想要传递的精神，尚武但光明磊落。陈勋奇几个小窜步往前突进，犹步盘桥直攻元彪下盘，陈勋奇一套连攻，元彪也忙用咏春拳摊手应对，身形也左偏右躲的闪躲着，两人你来我往，好不热闹。陈勋奇老鹰搏兔，霸王开弓，可谓是杀招迭出。元彪也尽力闪躲，但最后还是被陈勋奇的后招一记势大力沉的后正蹬给踹了出去。陈勋奇也趁热打铁追击上去，掌爪凶狠，腿功凌厉，打得元彪招架不住，最后被陈勋奇的绝招乌龙摆尾给打出去2-3米，脸上也被打得血肉模糊。元彪在陈勋奇的轻蔑的眼神中带着怒火挣扎着起身，陈勋奇也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一个飞身大力鞭腿攻来，元彪也忙向后腾挪闪开，陈勋奇的戳脚也上下翻飞，手上招招阴狠毒辣，打得元彪连连后退。陈勋奇又是一招丹凤朝阳，被元彪矮身躲过。陈勋奇又顺势一招蝎尾佯攻脚，然后又是一阵拳掌猛攻，后面接横身扫腿，元彪一个不小心被击中，应对节奏被打乱，一下子陷入了被动。这里说一下，如果两个武术高手对打，在两者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，
那打断对方的攻击或者防御节奏，那就是赢得胜利的重中之重。陈勋奇又趁势几招鞭腿齐身，都被元彪躲过，元彪也缓过劲来，肘拳配合，长短桥交替攻来，又接一个咏春寸拳，直接打得陈勋奇吐血。元彪还要猛攻，两人互换了一脚，元彪也被一脚逼退。陈勋奇挺身向前，被元彪抓住机会近身，带着怒火一套硬拳下去，打得陈勋奇鼻青脸肿。元彪还想乘胜追击，被陈勋奇一个足心踹飞出去。陈勋奇还想趁势补刀，元彪愤然起身抱住陈勋奇，两人不约而同的使出膝顶，元彪也破罐破摔的使出头锤，一举将陈勋奇撞得头破血流。当然元彪自己也抱头痛嚎。陈勋奇眯着眼与元彪死亡对视，这段莫名的有些搞笑。陈勋奇带着愤怒出手，招招不留余地。元彪挡住攻击后，找到破绽，一拳打飞陈勋奇。陈勋奇顺势一招足心踹，但被元彪轻易挡住。两人又是几招缠斗后，元彪被一个摆拳击中。两人摆足架势后，陈勋奇一个旋风鞭腿的预备式，被元彪逮住机会，直接打断大招，并把他推到楼下。心高气傲的陈勋奇直接来了一个土下座，被愤怒冲昏头脑的陈勋奇哪里是元彪的对手，被狂虐一通，丝毫没有抵抗的能力。最后被元彪一顿肘击，打得差点下线。元彪也以一个漂亮的翻身结束战斗。两人的打戏硬桥硬马，拳拳到肉。影片中，元彪更擅长近身缠斗，身法灵活，一手咏春拳使得炉火纯青。陈勋奇则是将白眉拳用得出神入化，各种腿功腿技也是精彩非凡。只能说，《黑带》杂志的评价实至名归。这部电影也拿下了1983年的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，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最佳武术指导动作片。因为金像奖特意为败家子设置了武术指导奖项。这里还有一个冷知识，网上都说影片中陈勋奇使用的是龙形拳，其实不然，陈勋奇使用的是白眉拳里的猛虎出林拳。因为龙形拳是后人在白眉拳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，所以两者招式十分相似。我们再来了解下陈勋奇。陈勋奇1951年11月出生于香港，原名陈永玉，祖籍广东。1966年被著名作曲家王富林先生收入门下，陈勋奇也正式踏入娱乐圈。1970年，他受邀为导演张彻执导的电影《小煞星》配乐。他创作的乐曲不仅得到了导演张彻的认可，影片热映后还在圈内打响了名气。1973年，机缘巧合下，陈勋奇接触了真正的武术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尤其对白眉拳更是痴迷不已，慢慢练就了一身的本领。这也为他之后出演武打电影打下了天然的基础。1978年，陈勋奇又对演戏萌生了兴趣，参演了处女作《双宝闯八关》，凭借这部作品开启了他的演员生涯。之后，陈勋奇陆续参演了很多作品，像是《龙之争霸》和《提防小手》等，凭借精湛的演技以及灵活矫健的身手，得到了大众的认可。在1989年上映的《龙之争霸》中，陈勋奇展示了白眉拳的打法，引众人侧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陈勋奇和洪金宝合作的《提防小手》，因为糅杂了动作、爱情、喜剧等元素，电影一上映就赢得了观众的认可，甚至一举开启了现代功夫片的新篇。而这也启发了许多人，像是大哥成龙，当时杀手豪进军好莱坞失败，陈勋奇便建议他开创自己的风格。也正是陈勋奇的建议，后来才有了属于成龙的喜剧武打风格。成龙也凭借红番区电影成功打入好莱坞。1982年，演而优则导的陈勋奇执导了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《家人有约》。1996年，凭借《堕落天使》电影的配乐，拿下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配乐。从《小煞星》到《堕落天使》，10几年间，他几乎包揽了香港70%的优秀影片的配音。可以说到配音大师，第一个想到的绝对是陈勋奇。在这之后，他一直保持着配乐、演员、导演、制片人等全方位发展，一度成为了香港媒体笔下的奇才。当然，这奇才之名绝对实至名归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陈勋奇不仅是导演王家卫的御用配音师，还是王家卫导演的恩人和知己。彼时，王家卫还是一个落魄的小编剧，是慧眼识英雄的陈勋奇把王家卫一路提携，王家卫这才厚积薄发，有了今天的导演奇才王家卫。像是电影《东邪西毒》的主题曲《天地孤影任我行》，就是陈勋奇的作品。因为配乐过于经典，后来还在刘镇伟导演的《天下无双》和《大话西游2》中继续使用。还有值得一提的是，王家卫导演的《一代宗师》前期筹划都是由陈勋奇完成的。陈勋奇拜访了近乎全国的武术宗师，才得以成就今天的一代宗师。可以说是陈勋奇成就了王家卫。然而在陈勋奇这些辉煌的背后，却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辛酸。2014年10月24日，陈勋奇的女儿陈杏妍因深受抑郁症困扰，选择跳楼自杀，年仅40岁。而这一年，痛失爱女的陈勋奇已经63岁。每当回忆涌上心头，他都是情绪激动，潸然泪下。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2016年，距离他的女儿离世1年多，65岁高龄的陈勋奇被查出患上了癌症，是甲状腺癌症。确认后，陈勋奇停下了所有工作，积极和病魔做抗争，在短时间内暴瘦了30多斤。或许是上天垂怜，陈勋奇成功战胜了病魔，让病情得到了控制。现如今独居在内地疗养。
陈勋奇可以说前半生风光无限，下半生无限凄凉，亲眼目睹了香港影坛由盛转衰的悲惨结局，人生起起落落，陈勋奇已经看遍了沧桑。如今他只想好好享受当下，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。我们也祝陈勋奇能够保重身体，安度晚年。我话讲完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